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再看到美国的情况，因为川普上任在即，那现在美国大乱是不是也在倒数当中啊？因为最近啊，美国国会也在审这个预算情况，那在最后一刻惊险闯关。川普跟马斯克点头支持，让美国国会紧急通过这个预算，让政府能够正常运作。最后的票数呢是85票赞成，11票反对下正式闯关成立。但是新版本的紧急预算的案的内容依然没有把川普想要的一些政府举债的上限纳入，那是不是会留下一些变数呢？那现在也担心说川普一些政策现在除举减息变得比较谨慎，因为担心川普的这些经贸政策将推高通膨，还有债息，还有制约明年的降息空间。因为外银就表示说，川普2.0发酵，预估明年降息空间只有2码而已。那现在国际金融就指出说，中国在美债部位已经创下了2009年来的新低，因为中国在当月减持119亿美元的美债，那已经连续4个月在减持当中。那总持的这些仓规已经降到了7601亿美元，那是不是在为川普上台来做些准备呢？那我们知道现在呢，圣诞节快到了，那现在美国恐怕会迎接失控的圣诞假期吗？因为现在包括亚马逊、包括星巴克都搞这些大罢工情况，因为星巴克在多个城市的员工展开为期5天的罢工，抗议劳资双方的合约谈判缺乏进展。那亚马逊的卡车司机也发起罢工，要求公司要承认工会，并且达成新的劳动协议。这是美国的情况。那现在呢，川普的内阁大家也非常关注嘛，现在会不会有创出惊奇的感觉啊？惊奇是谁？现在说川普内阁再加1人，提出说这个谁是接班人的节目监制要出任英国的特别大使，节目监制制作人要出任英国的特别大使这种节目呢，过去还是由川普亲自来主持的。好，那现在呢，英国的部分也传出说，英国的贸易老将曼德森将驻美大使。那可是他是政治任命，也受到关注，因为曼德森将是英国数十年来首位以政治任命驻美国大使的人选。恐怕会引发争议，因为英国通常会选出经验丰富的外交官来出任大使。那这是不是也代表说，英国政府内部据报对川普第2任的总统任期，伦敦跟华盛顿之间的特殊关系前景感到不安呢？所以会做这样的政治铺排。那现在美国的后院漏洞百出中国大陆是不是要趁虚而入？因为像川普放话要收回巴拿马运河，说这个通行费太高是在敲竹杠，所以要把这巴拿马运河收回来。但不要忘记这条运河的控制权是在1979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卡特签署了条约之后呢，美国转移给巴拿马。那川普在贴文里面批评是愚蠢之举。那现在呢，你要跟巴拿马作对，那中国现在好像也开始做出一些动作了。大家知道，2017年的时候，巴拿马是第一个加入"一带一路"的拉美国家，并且跟中国签署了19份非公开谅解备忘录。那巴拿马呢，也是继秘鲁之后，中国在拉美第2个影响力、第2大的国家。现在已经有近40家的中国公司在巴拿马展开业务，涉及包括了采矿、金融、物流等等。那中国控制着这个运河的5个港口的其中2个，而且呢，并且在准备建造第4座的运河大桥。那这座港呢，其实距离这个海军基地仅只有6公里而已，也让现在美国学者忧心巴拿马是中国主要的军事目标，阿根廷跟玻利维亚呢，这些国家呢，已经有中国军事基地，尽管他们是被称作太空研究中心。那这样对比一下美国情况，美国现在是不是等于你的后院漏洞百出了？好，那另一个部分看到古巴的部分现在古巴呢也要求美国解除经济封锁，现在古巴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连老总统都上街，大家看画面就看出来，这个是哈瓦那的美国大使馆特别聚集了数千名的抗议者。由总统卡奈跟93岁的前领导人卡斯楚领队，反对美国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封锁。那这一次呢，他们走上街头，主要是告诉美国人让古巴人民要安定的生活，停止干涉。那现在就有研究报道指出说中国在古巴的这些情报基地可以收集高度的详细资讯他说，古巴现在呢有4种可能用于中国收集美国讯号的美国讯号的这些情收，或者收集系统的设施。那其中呢，包括像里面研究还特别强调说，华为跟中兴通讯的作用，让这2家公司恰巧是古巴电信基础建设当中的中流砥柱。
好，先请教一下介大使，介大使怎么看现在美国的情况？这个美债好像也出现一些毛病了。那现在包括美国的情形，包括他提出说，内阁的接班人有些接班的人选之一，还是用节目制作人来提出啊。美国政府这几年政府是年年举债，季季举债，是，所以它都超过它的这个预算上限，因为钱不够花。所以呢，美国的国会呢就有一个制度，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举债的上限我给你设一个举债的你可以举债，给我一个上限。你每次要突破那个上限的时候要国会来同意。一般这个很少国家会说钱花不够的，然后要钱的。美国常要。你看我们中华民国很少发生到政府说钱不够花，要政府要这个国会他这个再让你这个你没不够花就不花。像我们现在政府的时候，我们每个月要检讨你的那个预算的执行进度啊。是。你如果到10月的时候，你发觉你这个预算项目你已经快要超支了，你就停了，你就不会再花了。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计划施政。预算就是把你的施政都做有计划的先规划，不是想要怎么做怎么做的。所以它是一个很有深刻理论基础的一个。可是美国现在这个财政利率松弛，你猜就是什么？就是他的政治纪律松弛他的政府没有纪律，反映在政治上面。政府，然后政府的这些负责人没有纪律，是想花钱就花钱，然后呢不够就去跟国会要，那国会也没纪律，随便开方便之门，你来要就给你，这成何体统啊？对不对？你基本上美国为什么国会一直开方便之门？因为国会趁机怎么样？也在敲诈政府，就说你要钱可以，可是你这个我要加一个项目，这个钱一发以后，就是提案的那个反对那个国会众议员他提案，他提案说你要加一个项目，什么项目啊？花在我的选区，大家都在怎么样？都在慷他人之慨，都在花纳税人的钱，所以呢，国会跟这个政府行政部门沆瀣一气。所以从来没有说国会真正不给行政部门这个多给他钱的，是因为给钱的时候他就怎么就要挟政府，要不然就说你把你那个国家实验室从这一州搬到我这州来，或你再在一个分支机构干嘛创造地方的就业嘛。然后他回到选举的时候，他说你看我替我们这个选区争取到联邦这个机构放在这里，增加200个工作机会，一年呢投资多少钱？所以他们是干嘛？都在花国家的钱，浪费人民的钱。那这一次这个可笑的就是最后川普跟马斯克闹翻了。为什么？是马斯克先发动的，因为他要什么？他要裁卷政府的预算。可是他还没上任，他就已经觉得这个国会太过分了。这个怎么让这个行政部门予取予求，要钱就给钱？所以他就开始攻击这个共和党的国会里面共和党的党团。是，那共和党党团也怕他，对不对？他是川普的身边的一员猛将。那川普刚开始也支持他，可是川普后来发觉不对啊，我将来到政府以后，我如果要花钱的话，国会都不给我钱的话，那怎么办？我怎么施政呢？这跟我将来的利益相符啊。这一点跟马斯克就要沟通了。是，马斯克是要不让政府花钱。可川普说：“奇怪，我当总统我要花钱，你还管得了吗？”所以后来就双方妥协，就还是让这个案子过了。可是呢，川普提了一个案子，很没面子。川普提案子说：“那将来就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国会预算上限这个制度把它废除，起码废除到2029年。等我下台以后，我将来要花钱，我爱花怎么花，不要用政府来，国会不要来管我。”结果这个案子没过。所以呢，川普会发觉哇，国会居然听马斯克的，不听我的，是这个是川普第一次受到的最大的挫折，所以他今天有大动作。好，请教运教授怎么看呢？我们常常讲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花钱花习惯的人就基本上要他少花钱是很难的了。是我这边讲这几个部分呢，讲到美国现在这里的一个情况，美国是全世界最特别的。它举债上限有这样的，必须要国会通过，其他国家都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基本上的话呢，这个预算的话都叫 zero base 零基预算，那只有美国的话呢是无限制的往上调整，然后调整要装模作样的，每一次调3个月啊，拉起来的话一下就过了什么的。这美国人他有个性格啊，就是这个支票不来就绝不上班的。啊，跟我们情况不一样，我们还有什么代班代一些，他们没有这一套的。所以说呢，这里面另外那个马斯克本身来讲的话呢，做商人嘛，他现在川普要直接任命他为这个效率什么提升部的部长啊，我也没听过这个缺是干什么的。但是他们基本上是个商人的话呢，就强调一个哲学观念，叫做 minimal state， 就最小国家，就认为最小的国家是最有效率的国家啊。那所有的这里面的法案当中，被这个马斯克读了1435页的内容当中的话，里面很多是为了自己加薪的，把这个通通不要。而且他讲了一句最严重的话，就是你这些众议员的话呢，如果你敢通过的话，2年后你都会落选了啊。以他现在这种当红炸子鸡的身份，讲这种语带威胁的话，就是美国政治，我发觉美国的民主也是非常非常有问题的。美国的民主的问题就是基本上完全是依照钱的方向啊。然后这个第3个部分的话来强调啊，就是说美国本身呢，他那些众议员呢、参议员呢，他们基本上还是为了自己的荷包管账啊。啊，美国是一个爱钱胜过一切的环境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个川普提出那个举债上限的话，这不可能通过。但是我必须要强调，美国本身来讲，这花钱已经是他的欠债欠到根本都没办法还了。你知道什么叫做36兆的外债？36兆就是我跟主持人2个今天晚上去买中了1000万啊，中了1000万乐透不错了，对不对？感觉高兴对不对？叫天天中1000多年。这才叫36兆美金，这是开什么玩笑，对不对？这根本就没办法理解的嘛。然后另外的话呢，我觉得。这个美国对巴拿马感觉上，美国对中南美洲，美国有个特性啊，就是说他绝对不打没有把握的战争啊。美国最大的失败就是韩战跟越战，然后巴拿马就是那个阿富汗是他这个错误。但是我记得非常清楚啊，美国对巴拿马原来总统叫 Ortega 的时候啊，Ortega 还拿了一个这个黄色这个大刀很凶的时候，美国马上入侵巴拿马，入侵的过程当中还宣扬自己这么大的情况下啊，马上就是那个入侵成功啊什么的，而同时还放一点好利啊。放点好处嘛，就是说是啊，那你这个运河啊本身呢，就由美国来治理。巴拿马本身来讲，对美国从墨西哥开始一直到智利，对美国都是反感透了啊，他们全部都酌情。你光是谈到这个问题啊，大家不必要了解什么叫酌情，但是基本上就是右倾的话，就是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那么剩下都会发觉说，光靠钱是没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人家要发展的，人家要发展的话，就一定要靠跟中国靠中国的话呢，就是第一个你没有种族主义，第二个的话呢你没有经济侵略，然后第3个的话呢你是平等来往。平等就够了，你其他要讲什么东西的？人家所有人要发展的原因就是要能够平等的发展，所以亚非拉的国家都喜欢跟中国来往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本身对他们的帮助是很具体的、很平等的，然后有实质帮助的，那这才是真正的原因嘛。是好，请教彬哥，彬哥你怎么看？说现在川普放话说要收回巴拿马运河。他可以去收啊，去试试看啊。刚刚教授已经讲了，巴拿马人本来对美国就很反感，为什么1979年卡特要把它还回去？因为当时已经发生暴动了，你知道，所以那时候是群情激愤啊，决定美国人欺压我们欺压这么久了。是，那当然巴拿马运河确实是美国人盖的，本来是法国人盖，后来美国接手盖了，终于把它盖成了，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就。那美国人就一直掌控了巴拿马运河。那问题是，巴拿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你在运河归你管，这算什么回事？所以这样子搞了，到1979年才在强大压力下，卡特才还回去。那现在川普嫌他收费太贵，其实我觉得他不是真的想要收回巴拿马，他大概自己也知道，因为川普不是真的想要出兵打仗的那种人，他其实也就是跟他说要提高各国关税一样，就是在喊价，就要求巴拿马降低这个费用而已。可是实际上，巴拿马运河曾经面临过很多挑战。尤其是他最近这几年，他这个费用越来越高之后，是很多人现在在期待什么？期待因为那个地球暖化的关系，北冰洋现在航道已经慢慢逐渐开始出现。他们其实认为说，你直接绕北冰洋可能都比这边划得来。哦，直接绕另外一边去就对了。所以这个就在看，而且巴拿马运河最近这几年也出现问题，就是它的枯水期出现。所以就变成很大的船你就没有办法通过，是它吃水大概只能到13公尺多而已，然后再大的船你就没有办法过去，所以他自己本身也面临很多挑战。可是呢，我必须讲，当初美国人之所以不愿意把巴拿马运河交还给这个巴拿马人的，有一个理由就是你们不懂治理，你们营运之后，巴拿马运河一定会出很多问题。可是事实证明什么？事实证明巴拿马人营运之后比美国人效率还高，是赚了更多的钱，其实做得更好。美国人其实就是歧视中南美洲人，就是这个样子。那实际上古巴也是啊，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古巴是少数共产
主义非常成功的一个国家。对，它其实医疗啊、健保比台湾还好啊比台湾都好。那它是真的就是比较倾向原始的共产主义，然后经营的还不错的国家。但是为什么这个国家这么穷？其实就是美国害的，因为美国常年对它进行经济封锁，导致它这样一个状况。但是今天古巴出来游行，其实游行也没什么用，因为美国会理你吗？他当然不会理你啊，他还是持续会进行封锁。那当然，美国这几年一直在指控什么？一直在指控中国大陆驻古巴的这一些机关在对他动手，包括他们的大使馆，经常有人突然之间头晕啊、呕吐啊，干嘛？他就觉得是被中国大陆用那种声波武器在侵害。那是不是有这种东西我不知道，可是现在很明显的就是中国大陆不管在哪里设置的设施，都被美国认为是潜在的军事设施，一定要消灭掉。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再来看到法国的情形呢，现在法国总统马克宏是不是又失言了？他去看灾，看什么灾呢？因为这个是90年来最强的气旋，那奇多，那14号的时候横扫法国位在印度洋的海外属地马约特岛，那酿成数十人死亡的一个灾情。那当时的搜救人员说，这个飓风最严重造成6万人死亡，几乎是该岛登记人口的1/5。好，那马克宏去岛上去视察的时候呢，他面对灾民啊，愤怒质问说：“为何风灾过去1周，那救援物资都还没抵达？”甚至他还说一个重话，哇，这话真的是讲的蛮歧视的。我们看看这段画面。Est-ce que vous êtes content d'être en France? Est-ce que si c'était pas la France, pour vous dire, vous seriez 10 000 fois plus dans la mer? Il n'y a pas un endroit de l'océan Indien où on aide autant les gens. 哇，他讲话真的是还蛮歧视的，真的台湾可能早就被轰爆了。所以马克宏讲这句话之后呢，其实他也不是第一次讲出这种歧视的话，因为过去啊，媒体也披露说他很多的争议发言。法国的《世界报》近来刊登一系列有关于法国总统府内幕的报道，指说马克宏啊过去有种族啊或者性别歧视，甚至嘲讽同性恋的言论。怎么说呢？他说马克宏去年在当这个当时卫生部长的在场的一个场合当中怎么说？他说：“我国的这个急诊室的问题就在于里面充满一个名叫马梅杜的人啊。马梅杜是什么？马梅杜是西非男性穆斯林常见的名字。那歧视人家种族嘛。再来，马克宏呢过去说法国总理在府内他任命的公开出柜的男同志这个执掌之下呢，像是一群傻鸟，所以他也歧视同性恋，甚至啊。”他只是说，过去也说的绿党党魁包括像左派联盟的这些推举的这些总理人选，他都说他们2位女性是荡妇。这讲话真的不需要这样子。可你看出来，马克宏的争论，言行争论持续在法国也在延烧当中。那现在呢，会不会是看灾只是附带啊？重拾法国影响力，重拾非洲的影响力才是真的。现在法国透过讨论支持伊索比亚，寻求出海通道，因为这一次也是马克宏6年以来第2度访问伊索比亚，那表示愿意支持伊索比亚呢合法寻求出海通道。那马克宏还特别参观了这个伊索比亚装修的国家宫殿或是像这些过去皇帝的故居。那他也开发署提供了2500万欧元的帮助下呢，来帮忙修复。那法国呢失去在非洲的立足点马克宏一直强调说，这个吉布地基地。他说，一些非洲国家最近终止跟法国的军事协议，并且下令法国军队撤出。那马克宏跟吉布地总统在会谈的时候讨论说，法国的印太策略如果没有在吉布地的法国军队就无法发挥作用，希望能够保住这个法国的驻军。那现在解放军呢也扎驻在这个基地他怎么说？他说这个是中国武装部队第一次在海外部署永久性的力量。那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呢在非洲扎根非常的深现在呢包括了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签署了16份协议希望能恢复卡萨布兰卡跟北京之间的航线预计在明年的1月20号就要恢复这个航线。那现在法国了道达尔能源公司在非洲也要求助于中国银行也要求助中国银行。那现在呢，过去这个是乌干达的能源还有矿业发展部的部长，他怎么说？他说曾经去过北京见过习近平，并且获得中国大陆政府的支持。那中国大陆呢，在进出口银行的多家银行上面投资该项目高达了这个30亿美元
那现在可能连史瓦蒂尼也是，因为你知道史瓦蒂尼跟我们中华民国是有邦交的。那像史瓦蒂尼现在，好像也快被挖墙脚的感觉了。现在美国智库的民调说，中国大陆赢得非洲民众的欢迎哦，因为现在就有一个论坛指出说呢，现在这个卢安达总统卡加梅对中国大陆大加赞赏，表示中国大陆呢跟非洲的很多国家关系并不会像我们跟世界的许多地区发展一样，而且还有很多附带条件，甚至亚洲协会的政策研究所也公布数据将近300名撒哈拉以南非国家的民众当中呢，对中国大陆的正面跟负面的看法比例大约是3:1。那作为一个完全没有跟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也就是史瓦蒂尼，那史瓦蒂尼的民众呢，也普遍对中国的看法正面高达比例高达72%，负面只有5%而已。那这个因为史瓦蒂尼是我们的这个在非洲唯一的邦交国家，现在这个数字会不会出现一些警讯呢？先请教一下介大使，介大使怎么看这个马克宏一连串的一些失言情况？马克宏，我看他是也在表演啦，因为现在法国现在是极右派当道，是都在排外，也认为都是这些移民啊，还有这一些非法移民啊，还有这个旧殖民地的人啊，现在在法国这个为乱，让法国这个披发左衽。他们上次选举的时候，他有一些这个极右派的这些知识分子出来痛哭流涕说现在我们法国文化已经快要灭亡了，就是被这些非法移民搞的那现在马克宏在法国本身的这个处境很惨他是所谓中间派，左派也比他大，右派也比肩大，对不对？他是最弱的，所以我觉得他是刻意去表演，去训这些大概这些小岛上的岛民，你知道，这些岛民也不是移民这也不是什么，这也不是外国人，这是法国公民是。因为这个岛是法国的，它的法律地位是法国的海外行省它是一个 province 所以马克宏基本上，我觉得他就借这个机会表演给国内那些右派的支持者看的。你看我对这些只想沾法国好处没有给法国做出任何贡献的这些人给你个下马威一个怒斥，我跟你讲，我们看会觉得他怎么会傻成这样对，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哇，他在国内可能那些支持右派政党说，马克宏不错也敢对这些把我们法国这个国家快搞灭亡的这些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这些皮肤那么不像法国的人给予他们当头棒喝。是。我跟你讲，马克宏没有那么傻，他是精于计算的政客在那边表演。那这个地方说实话，他们也没什么好说的啦。这个马约特岛374平方公里然后呢31万人，然后有10万人也是外面偷渡来的。为什么？因为再怎么讲，你比如说他从这个附近的这些岛过来的，再怎么讲。法国的这个一个海外行省起码上还不会饿肚子，社会上也还不会失控是，所以马克宏是很清楚法国国内的政情，所以我觉得他表演一场大戏。不过讲话实在蛮难听的，他用那个死那个字这讲不太好听他那个字其实是粗话，法国话里面的粗话。那不过呢，我觉得现在的政治全世界各国都是走民粹啦，都走民粹。他要戏剧性的表演，大家会注意他，要不然谁管他不讲几个粗话，谁注意到他？是，对不对？然后他这个，我觉得在右派里面他可能获得不少的掌声法国现在很多右派听了哇，马克宏讲这话，听得很爽，对不对？听得超爽的，我跟你讲，超级爽的。所以法国这个国家是很自私我跟你讲，法国他们以前这些以前有这个殖民部。他这个政府有个殖民部，他殖民地独立以后，他改成没有裁撤照样在改成发展部，所以他剥削这些旧殖民地的做法从来没有改变过，还是继续在剥削啦。是，好，请教运教授怎么看呢？这个 Emmanuel Macron 他到了马约特去因为他那个飓风叫西斗他本身的话，他这个讲的话，我同意介大使讲的了。他基本上是讲给别人听的，但他用话非常粗因为在法国讲是 la merde 他就说是无色黑 deep me for our merde
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不，他讲这话啊，除了刚刚谢大讲的目的外，他另外还有一个目的啊，就是说，因为法国的海外属地都在闹独立，你知道。啊，都在闹独立，像那个大溪地那比较有钱的啦，观光胜地嘛，和约尼翁啊，什么开利多尼亚什么的，他们都在闹独立，投票公投啊，独立。那这个的话呢，马尤特的本身因为小的关系嘛，而且呢，法国对于海外的殖民地啊，就是称为海外属地原因，就他们都有法国籍的了，他们投票的时候也都有海外开票以后什么的，就是表面上都还蛮尊重的。但是他意思就是说，你们应该高兴，你们是属于法国的。啊，他这主要的目的在讲这个了，因为呢，这个极右派的本身来讲就有2点吧，一个是讨厌外来移民，另外一个话呢就是强调自己的国家的旧日的余晖了。因为法国的殖民本身来讲的话呢，确实是有很大的问题，是啊，就是说，因为以前我在比利时读书的时候，我们就专门研究过阿尔及利亚战争啊，那是一个不应该发生的战争，因为你既然没有把人家那个阿拉伯地区的话来当成自己的属地，你居然把它当成一个行省。啊，所以说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法国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啊，危机到了塞纳河上面都有这个，为了那个戴高乐总统就是跟那个他们这个阿尔及利亚那个军人产生这个政变啊，导致法国本身来讲进入要第4共和垮才要建立第5共和的原因，这个都不讲了。那但是我觉得法国现在在它的海外属地啊，比如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非洲的尼日啊，尼日哈，这个在尼日当中的话呢，这个尼日本身来讲就是公开叫法国人、美国人滚蛋的，因为他们产的铀矿非常多。他们现在的话呢，是什么部队在里头呢？是俄国前阵子很有名的瓦格纳部队在那边啊。所以说，在那边的情况下来讲的话呢，他们会觉得说，既然有人保障的话呢，那其实这个就不需要法国人来，法国人对我们也没什么好处，所以他的声望是下滑。但是讲到中国对于这个非洲的关系啊，哈，我必须要强调一下，这个史瓦蒂尼啊，对啊，是我们唯一的邦交国啊。刚刚主持人讲都笑起来了，我觉得另外一件更好笑的事情，那个史瓦蒂尼，我们前一任女性总统啊，到史瓦蒂尼去参观他的大典啊，就史瓦蒂尼的国王啊，在选妃啊，选第26个还是25个妃啊。那我们那个总统居然是一个好像没有这个第一先生的这个总统，这是我们唯一的邦交国在非洲，所以我们现在觉得说，以这种情况来讲啊，这个国家其实讲起来也算是变成一个原始部落型的国家了啊，就是不晓得有这种观念，但是他们连这个国家的关系都跟对中国人印象这么好的原因的话呢，大家讲到应该是前不久吧，就是说是那个北京的那个在开的那个非洲和平论坛呢，除了史瓦蒂尼以外啊，非洲国家53国。都已经派代表来，而且这个代表当中都是最高的元首，要不然就是首相，要不然就是说是总统，啊，那么足以证明中国在非洲的努力已经收到了具体的成果。另外，更重要一点是，我觉得卡萨布兰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中海城市，那跟北京直飞的话呢，也足以证明，就是说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发展，然后转向于。对于这个非西方国家里面的发展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因为这一段时间的话，西方国家很多都是停止到中国去的直接的航空，尤其是北京的直航的飞机都取消了。那现在的话呢，中国本身在发展的时候呢，就会朝向这个跟这个非洲其他重要的国家啊，摩洛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洲国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法国跟中国面对于非洲的命运是判若2种情况不一样的了。好，请教彬哥。其实很多人看，我知道台湾很多人对法国印象很好，因为法国的精品啊这些东西啊，觉得法国漂亮啊，对，觉得法国是个非常文明的国家。可是台湾很多人都不知道，法国是老牌殖民国家，而且是最恶劣的那种殖民国家。他在非洲就是专门在掠夺资源，所以为什么非洲这些国家被法国殖民那么久，然后对他们印象这么烂，就是因为他一直在掠夺资源。是，他这个是非常糟糕的。那老实讲啦，虽然刚刚大使他们也已经讲了，就是马克龙是故意做秀演戏，但是我必须说，某一部分他讲的恐怕就是他真实的想法。实际上也是很多法国人真实的想法，心里带有歧视。对，法国人其实很多人就是认为说，你们能够成为法国人，已经算是你祖宗积德了。真的，他们的想法真的就是这样。是。因为我老实说，如果法国人真的把这些人当做自己的子民的话，我就问一件事情，请问一下，你们唯一的航母戴高乐号现在在哪里？现在跑到亚洲来，跑到日本那边。那如果你真的有心想要去帮助他们的话，你戴高乐航母战斗群应该先带救援物资去这个岛屿啊，去救灾啊。没错。结果你宁愿跑到日本去观光，你也不愿意来救灾，就表示你不是做不到这件事，而是你不想做。不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吗？所以我觉得这些岛民在那边叫也没有什么用，马克龙只是把你们当工具，他也不会想理你们。那但是法国为什么他在非洲的势力逐渐萎缩？也就是因为他只想掠夺，他不想付出。那中国大陆为什么在非洲受到蛮多人欢迎？当然也有讨厌中国大陆的，
会觉得中国大陆抢他们的工作啊，或者什么东西也是有，但比例不高。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中国大陆帮助这些非洲这些国家的时候，你要跟我贷款没关系 ，OK， 你就贷吧，我们只要谈到时候怎么偿还啊，怎么这些相关的东西。它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我不干涉你的内政，你要做什么那是你家的事，我不管。但是欧美这些国家就是你要跟我借钱是好，那你必须政治上要受到我哪一些监管，或者其他的东西要受到我的控制。是，那这就是非洲这些国家喜欢中国大陆的地方。那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大陆真的会帮助他们做基建。可以很明确看到、感受到的是，泽伦斯基他没有要放弃，所以看到画面是无人机的攻击，就像911式的攻击去攻击了俄罗斯境内。看一下画面啊，画面上可以看到无人机直接攻击到了这个地方，是一个高级住宅区的高层楼。那么高楼段直接整个冒烟起火，画面曝光。这个是在俄罗斯的克山这个位置，高级住宅区、工业设施分别有2架无人机直接直直的撞进去，产生了爆炸。38层楼的住宅，巨大的火球，不过另外也拦截了部分的无人机。根据俄罗斯所公布。所以显然泽伦斯基继续发动这种攻击是要告诉世界什么？就是乌克兰还在打，而且想办法要攻击到俄罗斯的境内嘛。但是在其实自己的前线部队却发生了严重短缺的状况哦，包括人员呐、各种部队的不足，以至于甚至参谋总部命令已经消耗殆尽的防空部队释出更多人力，本来是防空的，跑去做步兵当前线，这样才有办法保证正常运作。这对于现在的整个兵力还有军武的设备来讲，显然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重，必须要东墙补西墙的状态。俄罗斯的多路作战呢，则是也不轻松，拿下了乌东工业区附近的村庄，这个地方枢纽哦，叫做库拉韦西南方10公里这个位置，也就是说，它的攻击是多路仍然在进行，不管乌克兰现在怎么打。那今天投降，明天去南韩，乌克兰的做法还向北韩据说是他们所藏匿的一个树林里头啦，投放这样的传单，传单上画的还挺可爱的，这是一个士兵，他的亚洲面孔，说用投降，你们被出卖了，今天投降，明天去南韩，这种话向北韩士兵来招降，但问题是这样的做法只能文宣啦，还有攻击无人机啦，那对整个战事的影响最后如何，还是决定在美国川普的手上吗？俄乌战争期间呢，一直多次见面的这个 CIA 的局长，这一次被说很罕见的公开见了面，伯恩斯以最后一次中情局局长的身份来访乌克兰，泽伦斯基说我很感激他的协助，这个是非常被说罕见。就算他过去见了很多次，但从来不会对外随便发布。CIA 很重要，带给乌克兰什么情资吗？带来什么讯息呢？大家都知道，川普上任之后就会有新人选了，那他的功能也就即将说再见。欧洲挺乌克兰，现在立场是不是大部分都开始松动了呢？以波兰为例，是最多移民啊、难民啊到这个地方来的国家，而波兰国家研究机构的调查也显示，55%的受访者希望战争赶快恢复和平，就是说你不管割让土地或任何的方法都可以。但是呢，相较于2022已经上升很多了。那6成1受访者认为乌克兰不得不割让部分领土的情况之下，那比例已经越来越高了。那所以呢，你们继续想办法换得和平吧。那他们自己却不愿意再继续交付先前答应过要给的米格27战机等等这些物资。波兰的国防部副部长讲得很白。他说，对乌克兰的军援已经到了临界点，波兰不能再给更多了，你们自己想办法吧。所以乌克兰的处境呢，落居下风，到底是谁害的？美国跟欧洲都说是你们的错哦，因为乌克兰在抵御俄罗斯入侵这个过程里头，谁造成的？美国跟欧洲这个报道里告诉大家，私下都指责是对方过于懦弱。瞻前顾后，以至于举棋不定，才会无法真正停止战争，还是努力让战争延续下去？不知道。欧洲很多事情自己还没办法确定，更何况是国内的议题就已经够混乱了。看到马克宏到一个灾区去，虽然是法属地的殖民地，到了非洲被居民痛骂，听听看这一段他很受争议的一段谈话。Est-ce que vous êtes content d'être en France? Est-ce que si c'était pas la France, pour vous dire, vous seriez 10 000 fois plus dans la mer. Il n'y a pas un endroit de l'océan Indien où on est autant les gens.
这段话是说他被居民包围嘛，说你政治在不利呀、这个位在印度洋海外之地，这个马特约岛严重灾情，那灾民一直大喊你无能啊，你没用啊，就他痛骂。告诉你们，你们还好是在法国的殖民地不然就更惨。这个话被说叫做种族歧视，而且在海外属地上面教训民众，哇，还要求他们停止抱怨悲剧，直接对于一个总统的高度变成一个痛骂、教训灾民的画面，大家都觉得不是一个领导人应该有的风范。甚至他在视察这个外岛的风灾的时候言论不止如此，他私下还说过，他说先前他任命的出柜男性同志，当时说很年轻嘛，整个政坛耳目一新，艾塔尔啊，他说像是一笼傻鸟哦，对同志也有歧视言论，或者是其他的人有女性的总理人候选人等等，这2位女性说是荡妇等等，就是用一些很歧视跟人身攻击的言论在发言，这是马克宏，但是他的确现在的政权也非常的不稳固了哦。将军，当我们看俄乌战争的时候，像泽伦斯基做的这些最后的攻击吗？或者是跟 CIA 的这情治头子说再见吗？那象征着他下一步的命运会是如何？因为乌克兰在这一方面，它本来是一个有点代表正义的这个制高点，就现在的话也跟俄罗斯是一样的了。因为他在卡申的这种类似911的恐攻，还有乌克兰就地枪杀俄罗斯投降的战俘。那以前的时候，他可以谴责辱骂俄罗斯啊，结果没想到乌克兰到最后也这么做了。恐攻在今年2024年的3月22号，莫斯科歌剧院恐攻，当场就死了137个人，还有182位受伤、重伤，是这个样啊。他也变成恐攻了，变成乌克兰也变成恐怖国家了。也恐怖组织变成这样，它本来是有这种道义正义的制高点，现在完全都没有了，完全跟俄罗斯完全是一样了。那我们现在看呢，那个泽伦斯基乌克兰总统在这一方面，他在最终他的战略误判，因为形势比人强，他的底气不够了。我们看波兰最不需要的就是米格29，这个是当初的时候是这个华沙公约组织，俄罗斯那个时候要前苏联呐。给他的这些武器，他最不要，因为现在波兰都是已经美制装备，他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很旧给他，连这个都不给。换句话，他连波兰他这个邻居都已经不挺他了。那现在泽伦斯基的误判就是说，他认为他在帮全世界在打仗，那其他的北大西洋公约认为啊，你泽伦斯基你乌克兰呢、都是我们的包袱，又向我伸手要武器，伸手向我们要钱，伸手要我们要装备，你这样子你看看完全相反。他在认为一直全世界帮他打仗，但是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帮助乌克兰出兵，没有。所以你看这个泽伦斯基啊，已经陷入他的战略盲目，就是他已经不知所措了，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他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变成骑虎难下。他现在要割地投降，那也不是。你当初的时候为什么不早一点割地求和就好了？那现在变成割地求和也不行，一般割地投降了。而且当初的时候地还损失一点点，他没想到拖到越后面割掉越多。当初大概只有8万多平方公里，现在要割掉是12万平方公里，那是非常又多了4万多平方公里，比台湾这个面积还大。台湾36000平方公里嘛，你看，所以整个的泽伦斯基的他的战略误判，没有这方面的战略的整个素养、涵养、战略宏观，造成整个的乌克兰这一方面的这个国家残败，变成这个状况。这个残局啊。没有办法去解决了，这个他一直认为西方国家给他的这相关资源是理所当然。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不可能有白吃的午餐的，那这个都是要还的。那波兰只是他比较务实而已，他把这个大实话讲出来。当然，西方国家也可以给他了，这个豹1坦克、豹2坦克啊，给一下啊，豹3坦克的是线上所使用的，这还不要给，就是把这些出清存货都给你了。那没有出清的，这个线上还在用的。还暂时还不要给乌克兰，所以乌克兰在这个状况啊，你看他现在最近的从10月到11月到12月啊，这些前方的战报过来啊，都是对乌克兰不利。你看他的红军村那个距离的红军村整个前线，红军村呢，它是一个碉堡式的，他把那战车都挖了坑在前面，就有掩体，因为有这个掩体啊当掩护，通通作为类似马奇诺防线一样。但是到现在为止，俄罗斯已经兵临城下了，距离红军村啊。不到1000公尺，就是1公里而已啊，就兵临下。那红军村啊，大概因为现在已经12月底了，就在今年年底，可能红军就要沦陷。红军沦陷后面这个一马平筹啊，
整个就过去了，那很容易，因为后面就没有布阵了。那这个状况的话，对乌克兰又不利了，那怎么办？那越打丢越多，所以整个的光复计划，整个的胜利计划，对乌克兰来看的话，只是个泡影，只是一个口头上的宣传，只是一个口号。真正的回到战争面呢，还是要形势比人强。战争的事情一定要非常的务实，一定要非常的谨慎，要不然的话，这个死伤整届啊，还赔了夫人又折兵，这就得不偿失了。杨老师，乌克兰战争打了3年多了哦，那当然最近他也见了川普，说是在法国这个圣母院。问题是现在接下来的结局也准备一步一步走上别人决定的结局吗？我觉得乌克兰现在其实就是面临到川普上来之后，如何去稳住战线，然后呢进行和谈。那但是呢，这个和谈，普丁也讲得很清楚，你可能就真的必须要第一个，泽连斯基取得一个合法的授权，来自于国民的这个合法的授权，因为他今年本来应该要进行总统大选，就泽连斯基把它给取消。第二个是你愿不愿意让出或割让已经被俄罗斯占领的乌东的领土，那个领土其实本来大部分也都是俄罗斯裔的人在住。那如果没有这么做的话，其实你要说和谈或者是战争的结束，并不是很容易。可是你现在就看到乌克兰有一点，就是等于是着急了。这个礼拜初的时候呢，你就看到在莫斯科，负责俄罗斯的核生化的中将司令被炸。被一个电动滑板载的炸弹，然后在他家的门口被炸死。那后来乌克兰就说是他做的，其实没有什么急迫性要去炸这个核生化的司令。那是不是因为想要去激起俄罗斯的反弹呢？然后你现在看到他又用这个无人机采取一种911式的恐攻，那对什么呢？商业大楼进行攻击，所以已经有一点急了，手段就已经。无所不用其极，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觉得在1月20号之前还有一段时间，我们看俄乌的这个情势还会再恶化。我当然想谈一下那个马约特岛啊，那个小岛不大，它只有台湾的1%这么大小，它的历史其实也很单纯。但1500年的时候呢，这个非洲人往这边移民，它是在那个马达加斯加跟莫桑比克中间的一个小岛。只有台湾的1%这么大，上面是30万人。但是经过了你看17、18、19世纪这个整个欧洲国家的殖民，那它呢，结果在过程当中一直是法国的殖民地。2011年的时候，他们进行投票，选择留在法国，成为法国一个叫做海外省跟大区。法国在全球遍布有一些所谓的海外省，都不是很大，差不多这样的一个大小。在海外的留下来的殖民地，而继续愿意留在法国的。可是你各位知道吗？他这个30万人作为法国的重要的海外省跟18个大区中间的一个这个马约特岛，人口30万，结果呢只有80%以上是在贫穷线以下，有30%的人到现在还没有自来水，所以非常的贫困。我都不懂，那法国你对这几个小小的海外省，你要维持你法国的这种所谓的就是殖民地的辉煌，那你为什么对这些地方这么的贫困？而马克宏到那边还骂他们，如果没有法国，你们更糟糕，比现在比这个死还要糟糕1万倍。然后呢，就开始被挖出来，原来马克宏其实表面上看起来追老师的浪漫，但是呢，又任命很多这些不同的这个所谓的族群或者是同志做他的这个内阁。可是呢，他实际上对这些人的态度是非常的批判的、歧视的。所以政治人物可以做到这种地步，就表示这些东西被挖出来，他这个话就表示马克宏这个政权已经不稳固了。他还任命的人3个月不到就被不信任投票下来，现在还任命的人还没有出来，还没有进行投票，就说不行了。所以我觉得马克宏现在整个政治的情况也非常的不稳固，而作为法国的这种海外省的一个岛屿，这么凄惨的一个生活，也是让我们很唏嘘的。处境艰难，因为灾民问马克宏什么，总统都来了，那我们的物资为什么没有来？他们只是问救灾物资呢，就被总统训了一顿。朱老师，好。这个接着这个杨老师刚刚讲到法国的这个情况，因为马克宏现在是处境非常的这个艰难。
因为他的这个新的总理，就是5月所任命的那个总理呢，刚刚被推翻了，那所以预算卡住了，然后人事也卡住了。那他现在好不容易任命了一个新的叫做这个贝鲁，贝鲁来担任他的这个总统，来担任他的总理。其实贝鲁在这个过去大选的时候是支持他的，虽然他跟他的这个立场原来是不同，因为贝鲁是出身右派的，马克龙是出身左派。但是呢，他现在的一个卡关，他现在一个挑战就是说，因为法国的总理虽然是由总统直接任命的，可是呢，他任命之后呢，惯例他到了国会第一次上台的时候，他要提出一个信任案，那他会提出他施政计划，然后作为一个信任案，然后要国会通过。所以并不是说你今天总统可以任命，你会完全忽视国会的这个多数民意的。所以这是他的非常艰难的地方。那当然就变成关键是这个新的总理要跟国会里头的大党，包括像这个勒庞所领导的这个国民阵线，还有这个其他左派的这些政党，他都要有一个很好的协商。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很不容易的工程。那么其实又说到这个马约特岛，其实这个岛是很特殊的地方，就在于说，因为它本来是属于另外一个叫做葛摩联盟。那后来葛摩这个联盟，葛摩群岛，它在1975年独立了之后呢，这个马约特呢，他说他不要独立，所以他就变成继续是法国的领土，然后现在变成是跟法国所有法国本土的行省呢是一样的地位。但是呢，在这个葛约特岛留在法国的这段期间呢，原来独立的那个葛摩呢，就很多人要移民到马约特来，因为他说，这里是法国领土，他们想要移民过来所以呢，这里的地方呢，虽然生活上还是就是说有蛮多的挑战，但他们又不喜欢这些葛摩这些地方的人移民过来，去分享他们的这种财政资源，或者是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的这个艰难，或者抢他们的工作机会。所以这个地方最大的政党，因为它是一个就是所谓的省议会这样子，由这个民选的产生省议会来做担任实际上的地方政府。这个议会里头最大党就是马克宏的政敌国民阵线。所以说为什么他会跟马克宏有这样子的一种对立的关系，其实是跟这里的民意他是反移民，然后他是这个国民阵线居最大党有关系。那当然回来稍微讲一下这个乌克兰现在的情势有一点复杂。因为这一次现在就是说，因为在这个伯恩斯去访问这个基辅之后，才揭露出来说，现在川普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第一个，对于乌克兰好处是说，他会继续提供给乌克兰这个武器，因为本来是说他是反对继续军援乌克兰，但是现在他很可能会继续军援乌克兰。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赞成乌克兰加入北约，所以你要乌克兰走上谈判桌，接受他的条件，你还是这个武器变得很重要。第二个，又揭露出来。川普要要北约盟国呢，国防预算要提高到5%，原来说是2%现在说是要5%，所以呢，这个武器的问题、军费的问题会继续成为欧洲以及这个乌克兰最大的一个挑战。欧洲的挑战还有跟美国最新的川普即将就职各种的连带关系都息息相关。美国最新达到一个议会的协议里面，就说要避免政府关门那这个国会通过的拨款法案让政府能够持续运作到3月中，不会像之前曾经关门大吉这个这么惨耶诞节旅游前夕，不然就被关门啦那这个拨款法案凸显川普面临的问题怎么说？因为同党的议员是违抗川普要求，差点让政府要关门的。尽管最后一刻妥协了，但债务上限还是川普上任之后的隐忧因为有38名保守派不是别人是共和党内相对过去比较不跟他唱反调的保守派公然去挑战川普，因为大家都以为说，执政权拿到了，议会几乎都是他自己人，应该是未来像我们台湾前总统蔡英文的任内一样一帆风顺，结果没有想到在自己党内的保守派却一起投下反对票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个是临时开支法案。那川普很重视因为他一上来准备要宣布降税的，但是如果临时开支法案受挫的话，接下来会影响他接下来财务运作。纽约时报分析，这次公然挑战的这样子的对象呢，是向来配合川普的保守派。那更何况，万一未来这个所谓的本来就不是保守，就是激进派的呢？那川普还有能够领导议会完全，因为人事案完全没有跟议会商量过嘛，那全部都自己决定嘛，未来还有没有办法顺利运作是个问号。其中马斯克似乎也是个关键因素因为现在党内对于他的各种意见，说是干政等等的议会议员甚至
其他的内阁成员都有意见。马斯克近期被说涉足政治争议的人，随便一数，包括调侃 F-35还在做的是笨蛋嘛哈，那施压国会投票哈，或者是批评媒体跟拜登政府勾结啊，美军甚至疑似说限制他接触机密文件，他因此要删减政府预算，避免他看到又来找麻烦，是不是？不让他看这些机密文件啊，还有啊，他拿了这个厉害了，拿了。像1亿的美金去支持各种英国的改革派捐款，干预他国选举，还有德国极右翼政党，哇，就是有钱，只要我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不只是美国的政权，国际欧洲啊，其他国家的政权，他也要插一脚哦。美国空军部长就反击说什么傻子在打造 F-35这件事情，他说是马斯克没有公开了解过，没有了解过空战科技就先做的这种表达。卫报的报道，他批评马斯克已经变成一个人的流氓国家，就是说像流氓一样的行径哦，然后再指挥整个政府的运作吗？呼吁是时候该控制它了。例如像巴拿马运河是美中对抗的一个蛮大的关键哦，川普就批评巴拿马运河是敲竹杠的哦，这个国家当年是美国帮他盖了这个巴拿马运河的各种公共设施，那时间到了之后，当时是1999年，根据协议啊，卡特时代所签署的条约，就还给巴拿马自己去运作嘛。那当时先前所有的该有的利多条约可能都已经拿到了，结果现在川普有意见啊，他说这种巴拿马的极大慷慨是对美国的完全剥夺，要立刻停止，尤其是不应该落入由中国来管理。那被称为这个举措被川普说过去这么愚蠢的事情，我要改变它。可是巴拿马运河现在是中国拿下了整个标案跟运作，甚至进一步他还要砸大钱呢，继续投资450亿去新建横跨巴拿马运河的大桥，还有其他的设施准备要完工。这个看起来版图不断扩大，就是野心勃勃啊！还要缓解巴拿马首都运河地区各种交通拥塞，那国际上也要往这里走。谁是最大的获利者？当然是巴拿马自己咯。所以川普上来有没有可能改变美中对抗的各种经贸的现况？看起来恐怕一方面说啦，这个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一方面没有要松手的意思。例如像现在中方所对抗的方法哦，就是用这些稀有物资啊、矿物啊来进行对决。那问题是有没有可能在关税报复还没有真的对到这个真正的伤口之前，就先被中国全面报复，包括了这些稀有的矿产。那还有欧洲呢，遇到这世纪经济逆风，大家在形容过去一直贵族般存在的欧洲，现在不好过日子了19世纪的技术在残活，未来恐怕就是包括了中国大陆正在入侵的领域里面，各种高科技、汽车产业都受到了冲击之外，关税更是还没有明朗的情况之下，驻欧的大陆的使团就说了，恐怕欧洲才是最大的受害者。杨老师先看美国马斯克的角色，现在引起了他们自己国内很多的不同意见。其实今天呢，在网络上在传一个东西哈，各位看一下，这个就是这个 Truth Social 是川普他自己的那个网站，然后呢又传说这个川普他自己又写了一段，很长哦，16行文字哈，他就是这段文字呢，这个 Truth Social 呢，他就在批马斯克，他说让我们把这个事情讲清楚，我才是美国总统当选人，不是马斯克然后呢，这个他是也许很厉害，他帮了很多忙，捐了很多钱，但是呢，他也许在做车子啊，做这个太空啊这些很厉害，甚至那个 X 他也许 OK 吧因为川普他自己有那个 Truth Social， 现在 Truth Social 的市值也是很高，但是呢，在政治层面他不是，我才是。当然，所以呢，要搞清楚这个马斯克呢，你不要把你自己的这个字大放大的太大这是假造的这假造的因为有人在传这个东西，那我就特别去查这个 Truth Social 整个川普的这3天所有他发的这些发言，没有这一段而且长达16段的文字写的还蛮长的，以川普的习惯他大概不会写那么长的文字，所以这个是假造的。但是呢，就显现出什么东西？有人已经受不了马斯克了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川普心里面也在像这个推文一样这么想着。可是马斯克他的确在今年7月他跳出来
就是支持川普，也就是川普在受到那个枪伤之后，那个时候他就跳出来捐了1亿多美元，然后呢，整个每天还这个开奖抽奖100万美元，然后造成整个风潮，影响到年轻人，然后经由就是他的这个 X， 然后这个川普也用这个 TikTok 的方式赢得了更多年轻人这个了解跟支持。但是现在马斯克上来之后，虽然他要去做所谓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所谓效率委员会的这个部长哈，可是呢，他不是真正美国的这个政府里面，而且政务官不是，川普还没上任，他就到处在指点全世界各处，从美国到德国到英国的这些政治，我觉得他其实已经很超过了，因为他大概认为他已经无所适诞。最主要，大家也对他不敢太多的指点或指责，是因为大家都觉得他是不是在跟川普唱双簧，他扮黑脸，甚至打手。可是川普真的会能够容忍他这样子对国际政治这么指点吗？来，所谓人家认为他已经是影子总统，那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他一定跟川普有一些共识。那但是呢，是不是他会操作过头，我们就不知道。那至于说你讲到中美的这个角力战哈，其实最近谷歌就是 Google 的这个以前执行长就最近接受到《华盛顿邮报》的访问，他就讲得很清楚，中美之间在 AI 跟科技已经进入到一个史诗的这种战争，而美国现在第一阶段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他认为中国最后必将取胜，这是他的一个评估。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有钱就可以任性吗？这句话就只有用在马斯克身上最恰当。马斯克除了国内政局的影响，还花大钱去赞助包括英国啊、德国的政党，怎么看？没错，他最新的一个消息就是他在他的 X 上 po 文呢，这个支持德国的另类选择党，因为另类选择党是反移民起家哈，然后在今年9月的今年9月地方选举上，有非常好的这个成果。那现在他当然就是说，因为针对这个另类选择党他的这个反移民的这个政策，他认为说这个是德国所需要的。那可是呢，这里头非常有趣的一点是什么？第一个，另类选择党当然跟他有一些共同点嘛，跟整个共和党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他这个包括不只是反移民啊，他也认为所谓的气候变迁是一个假议题啊，不存在气候变迁的问题哦。但是呢，他跟这个马斯克又有一些利益冲突，为什么？因为他反对在这个布兰登堡邦，就德国的一个邦，设立这个马斯克的这个就是特斯拉的工厂。因为这个布兰登堡邦呢，这个另类选择党其实拿到了19%的选票，其实是29%选票，大概是第二大党哦，所以他在这个邦呢，其实有很大的影响力。那当然，他们现在主要针对的是什么？是明年的选举。因为现在看起来就是说，大概基民党会拿下这个总理的宝座，可是第二大党是最激烈的竞争。现在看起来，消失的这个社会民主党可能连第二大党的这个位置都保不住。那马斯克这么一下注啊，很可能就会把这个另类选择党拉抬上来，就变成第二大党。那第二大党这个另类选择党加上基民党，那整个德国就完全向右转，这当然就会变成川普的最坚定的支持者。其实不只是这个德国啊，包括意大利的这个兄弟党。梅洛尼也是马斯克支持的，当然也包括英国的这个改革党，所以整个这个他现在是把川普在第一任的这种连结全欧洲啊、西方这些保守政党的这个议程，现在推进到底，我觉得未来是精彩可期。